Hello，大家好，这一章我们就进入调整传动原理的主题哦。那在这个开始之前，请大家先帮我订阅 YouTube 跟粉丝专业的按赞及 IG 的追踪。好，这一章我们来聊到离合器接合转速的控制。我们在上一章其实有提到皮带档位就会影响到离合器接合转速的控制。那离合器接合转速应该如何控制？我们来先讲一个举例好了，也不是说举例，这是真实的现象哈。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像这个是进站4代哦，那进站其实相当普遍，大家都骑125的车。那其实125、150的原厂的离合器接合转速大概落在3800转哦。我们先解释一下接合转速是什么，就是当你发动引擎的时候，那slow 会是1700，那你轻吹油门的时候，车子开始动的那一下，就是离合器开始结合的那一下，那个叫做离合器结合转速。好，那我们刚才说小125的离合器结合转速是3800转，那雅马哈的 X-Max 300哦，这个在市售也蛮多，它的原厂离合器结合转速是2500转到2800转。好，那我们再找大一点的系数，像 TMAX 530哦，它的原厂离合器接合转速就是落在2000到2300转。哦，这个就是你会发现一个规则，就是CC 数越大的车，它的离合器接合转速是越低的。好，那事实上，有些消费者就奇怪，我有改缸，我改59、63、72，为什么我在外面换市售的传统离合器的时候，接合转速却不是变低，而是变高，可能会来到4000转、5000转，甚至到6000转、7000转。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好像东西又很违背。没关系，我们来解释一下。事实上，我们在第一章也有提到说，离合器接合转速低转接合的时候会抖动，是因为接的助站带不动。好，那我们就说，问各位消费者，离合器小弹簧，这传统的离合器小弹簧是来控制传统这个离合器接合转速的嘛？那有没有任何一家部品商或改装部品商出过比原厂还要软的小弹簧？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仔细回想，应该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出？但是又违背了我们刚才说吸数越大，接合转速越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才第一章有提到，因为低转接合的时候，太低转接合这个离心力的正向力却是不足的，所以会导致抖动这件事情。所以传统式离合器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个低转接合会抖动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任何厂商会出这样的产品来针对这样的离合器来做改装，因为这个一装上去可能就开始抖了，所以不太可能会出。所以传统式离合器却没有办法在大吸数上，就是接合转速越低的部分用这种传统式离合器。我相信我再打个比方，这也是题外话。像日本有4大车厂，其中一个就是雅马哈、Honda， 然后 Suzuki 跟 Kawasaki。那 Kawasaki虽然它其实本业不是专门在出速可达的哦，那我们就先讨论这其他3家。那其实在，大吸数里面没有办法使用传统离合器，最早发生的应该是雅马哈这台车，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TMAX 500跟530，其实它就是改成湿式多片的离合器。哦，那Bergman Suzuki 的 Bergman 650，那其实它的结构行为也是跟雅马哈有点像，它也是用湿式多片。哦，那最后的 Honda 这台车呢 ，Honda 其实之前也有出过传统式离合器，叫银翼 Seven Wing 650。那这部车其实目前也停产，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离合器抖动这个问题。那之后它出了 NC75，就是双离合器的部分，它也是湿式多片。你要看到大吸数的速可达上，其实在日本3大车厂里面，其实就已经知道传统式离合器无法使用在大吸数车上，因为低转接合它会抖动这件事情。所以雅马哈首先发难，它为了针对要改成湿式多片这件事情，把整颗引擎重新设计过。所以这3大车厂都为了这些事情，把整个速可达的结构行为跟它的引擎结构全部重新设计。那我们这个离合器呢，因为我们是干式多片，干式多片，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解决
传统式离合器无法克服的抖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开发这样的离合器，永不抖动的离合器。那好，我们就讲到接合转速应该如何控制。我们刚才就说吸数越大，接合转速越低。但是传统式离合器，我们就来解释为什么您现在如果遇到大改车，比如说5963，为什么你的离合器接合转速会那么高？原因是这40-50年来使用这样子的离合器，大家没有办法往下想，就是没有办法回归正常，就是低转结合，只能往上想，因为低转结合会抖动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块就不去想，只能开始往上找方法。也就是说，接合转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提高。好，那越来越提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虽然它接得住。我们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离心式的离合器嘛，它的提怪转速越高的时候，正向力来的越大，所以它可以承受你这么大的动力来把你的车给往前送。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是用损耗来跟你交换哦，损耗间交换。所以相信很多消费者在用大改车用传统式离合器的时候，相信它的寿命哦是没有办法很长的，可能。也有3-5千公里，甚至最快有2000公里。当然这要看怎么骑乘啊，2000公里可能就这个皮可能就已经磨耗完了哦。那为什么会是磨耗？因为我们说动力带很大的时候来做结合，我们其实离合器是这样子，离合器最怕的是动摩擦到静摩擦这段时间哦。它如果拉得越长，或是负载越大的时候，它的温度跟磨耗就会很大。那我们的离合器因为可以低转结合，所以它可以开始回归正常哦，开始往下想。所以你吸数越大的车，接合转速可以越低，因为我们不会抖动，所以可以开始正确往下想。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的离合器接合转速是可以靠里面的8根小弹簧来做控制，甚至你也可以变更2代的部分可以变更下面的配重珠来提升正向力，让它提早结合。这个就是来改变。传统式离合器比较做不到的这个部分，就是低转结合不会抖动这件事情。那吸数越大，接合转速越低。我们刚才说，你的接合转，现在传统式离合器接合转很高，所以它的正向力必须承受，就是 hold 到非常大的时候再开启，这时候在跟网工接触的时候，相对损耗就很大。那用我们的离合器，反而接合转速越低的时候。因为应该说转速越低的时候，你的引擎动力带还没出现，那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完成静摩擦的动作。那静摩擦之后，它就是完全结合，不会再打滑。那这个时候往后动力带来的时候，可能转速越来越高了。动力带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离合器不打滑的时候，你反而是可以真实完整的把你的引擎动力给输出出来。这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接合转速控制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因为这个有点颠覆了。传统式离合器的一些想法。